电击治疗、人体实验，这家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到底有多惨无人道？今天带来的是2008年上映的丧尸电影《疗养院》，变态院长用活人做实验，结果却引发了一场毁灭城市的灾难。故事开始，杰克的母亲不久前意外去世，妹妹莉莉因为接受不了现实，精神出现了问题，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，最终被精神病院强制带走。杰克曾多次要求将妹妹接回家，由自己的家庭医生来照顾，但都被院方以各种理由拒绝，就连见她一面都不行。于是为了救出妹妹，杰克决定以身入局。他剪掉一头秀发，忍痛割伤身体，然后光着膀子来到闹市，假扮成疯子故意搞事。很快，有人拨打了报警电话，警察来到现场，将杰克控制了起来。听到对方说自己没病，警察果断呼叫了精神病院，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镇定剂。杰克很快失去意识，就这样，他如愿以偿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院长经过初步观察，发现他病得不轻，于是将他安排到了重症患者监管室。这里的病人可以说是精神病中的精神病，每个人多多少少都犯过罪。保安特意提醒杰克别惹这个老头。看起来弱不禁风的他其实最变态，曾杀害了邻居一家人，并将他们的尸体保存起来，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侵犯。杰克听后被吓坏了，不料保安刚准备离开，就看到老头的身体出现了异常。他想都没想就开门查看，却并不知道对方是故意装病。因为杰克的提醒，保安捡回一条命。这个举动让老头非常生气，居然敢破坏自己的计划。老头放下狠话，等出去之后一定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受到老头的影响，其他病人也发了疯的狂叫，这让杰克几乎要崩溃。好在他并没有在重症室里待多久。隔天，院长再次观察杰克的状况，发现他还有的治，于是将他安排到了普通病房。可在赶去病房的途中，一个精神病突然冲出来，掐着护士的脖子，将他死死按在墙上，眼看护士就要窒息而亡。杰克果断按下了警报器，保安立刻赶来，可病人依然不肯松手，直到院长亲自来到现场，病人这才害怕的把手松开。接着病人被带走，杰克也被送进了自己的房间。等护士离开后，他立刻开始查看窗户的构造，看看能不能从内部打开。没想到就在这时，衣柜里突然传来响动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躲着一个病人。杰克问他在这里干嘛，卷毛赶紧解释自己没有恶意，只是发觉杰克不像精神病，所以才跟着来到病房。他还说凡是被院长带到楼上的人，回来后就变得不对劲了，性格变得非常狂暴，眼睛也变成了白色。他怀疑院长在用病人做人体实验，把他们变成了比精神病还恐怖的疯子。事实上也确实如此。此时的院长正在折磨刚刚的病人，等到他扛不住陷入昏厥，就立马给他注射一种药剂。正是这种药剂让病人们发生了变异。得知事情的严重性后，杰克立刻找到了妹妹。可当他看到哥哥为了救自己，假扮成精神病出现在面前时，不但没有感激他的好意，反而怒斥他不该来这里，毕竟他本来就没想着离开。说完，莉莉就转身走了。但杰克并不打算就这样放弃，说什么也要带妹妹走。他继续尝试打开窗户，结果却被划伤了手。随后护士安排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。轮到杰克分享时，受伤的手指却开始滴血，接着就发生了恐怖的一幕。对面的寸头男闻到血腥味后，突然发狂朝杰克猛扑了过去。不仅如此，长发老太也疯狂地舔舐着地上的血液。好在杰克用力将寸头推开了，但没有得逞的他又扑向了一旁的护士，一口咬在了他的手上，嗜血的样子就像丧尸一样。要不是保安及时赶到，用电棍将寸头电晕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经过了这件事情，杰克彻底害怕了，这样下去搞不好自己也会没命。他直接来到院长办公室，坦白了自己装病的事实，并请求院长马上放他离开。可院长怎么可能相信有哪个精神病会说自己有病？况且即使知道他是装病，院长也不会放他离开。杰克情绪激动地大喊自己没病，最后反而再次被关进了重症室。不到一天，杰克就被这些病人搞得受不了了，只能被迫承认自己有病，而院长也让他回到了普通病房。这下杰克算是明白了，凡是进入这家精神病院的人就不可能离开，既然不能明着走，那就只能想办法逃出去。于是他跟卷毛商量，准备一起带着妹妹逃离这里。深夜，两人偷偷摸出房间，趁保安外出巡逻时，他们溜进了保安室，成功拿到了门禁卡。随后杰克巧妙地避开所有监控，利用门禁卡来到关押妹妹的病房。没想到这一次莉莉在看到哥哥后，却改口说自己很害怕，请求哥哥带她离开。原来他已经得知了人体实验的事，每天晚上都能清楚地听到病友的惨叫。他只是想死，可不想成为小白鼠，更不想变成怪物。杰克答应妹妹一定会带她离开，但不是今晚，因为精神病院戒备森严，想要出去并不容易，需要制定一个完美的计划，害怕待久了会暴露。杰克只能告别妹妹，先回病房。不料刚走到楼梯间，却看见巡逻的保安从楼下走了上来，他只能选择从楼上逃跑，结果却意外来到了院长的实验室。眼前的铁笼吸引了杰克的注意，走进去一看，差点没被吓死。袭击自己的寸头男竟然被关在里面。缓过神来后，杰克在一旁的架子上找到了一瓶药剂。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动静，吓得杰克赶紧躲在角落。是院长和他的助手走进了实验室，两人正在讨论药剂的事情。助手提醒院长，这种药剂非常致命，不仅让病人们发生了变异，而且还存在传染的风险。然而院长却并不在乎，
认为这是一种技术上的突破，说明他的药剂在病人的身体里进化。两人没过多久就离开了实验室，而杰克也抓住机会返回了病房。看着手中的致命药剂，杰克知道不能让院长继续为所欲为下去，一定要把这里的事情曝光。于是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再次找到卷毛，和他商量接下来的计划。可当卷毛知道不但要逃走，而且还要扳倒院长后，却瞬间打起了退堂鼓，认为这样做太危险。而就在两人说话时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一个病人突然发疯，徒手捏死了怀里的猫。闻到血腥味后，原本正常的其他病人也疯了，杰克还被一名病人按在地上。关键时刻又是保安及时赶到，一顿电击治疗控制住了混乱的场面。再次目睹病人发生变异的样子，杰克知道不能继续坐以待毙，他直接找到护士，要求看望自己的妹妹，结果却被告知妹妹已经被送去了院长的实验室。意识到妹妹即将成为实验对象，杰克希望护士能够帮忙，可护士却将他送回了房间。就在杰克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房门突然被打开，卷毛还是选择了帮忙，他用迷药放倒保安，偷走了钥匙。拿到钥匙的杰克赶紧开始行动，而此时妹妹已经危在旦夕，被绑在病床上，实验马上开始。谁知接下来却发生了意外，助手在给寸头男投喂时，不小心被对方抓住，手臂直接被折断了。赶来的院长看到这一幕，立刻将助手扶到病床上进行救治，随后又通过监控发现了逃出病房的杰克和卷毛。他立刻呼叫保安，但没有得到回应，情急之下还不慎把供电系统给弄短路了。这下彻底完了，重症室里的变异病人全部跑了出来，而刚好处在重症室外的杰克和卷毛就倒霉了，被一大群嗜血成性的怪物围攻。两人经过一番抵抗，成功把门关上，又用电棍逼退了他们。但危机并没有结束，那群病人很快就像丧尸一样追了过来。关键时刻，两人及时进入实验室，把丧尸挡在了门外，而躺在病床上的妹妹也安然无恙，只是被刚刚的那一幕吓坏了。三人商量着一起逃出这里，可刚走出实验室，就惊恐地发现一名病人竟然在自残，其他病人却不见了。他们一路畅通无阻地回到重症室，也没有看到一个病人。不过地上的血迹却在提醒他们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地方。果然，当他们打开楼梯间的门，看到出口被堵住，才发现中计了。下一秒，消失的病人就从天花板上跳了下来。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走电梯，但杰克需要一些时间。两人拿着电棍挡在前面，冲上来的病人被卷毛一棍放倒，另一个女病人也被丽丽搞定。本以为接下来会是一场苦战，谁知其他病人竟然拖走被打倒的病人，当场就吃了起来。看来只要有吃的，这些病人是一点也不挑食。而杰克也趁机打开电梯门，三人赶紧躲了进去。老头抓住肛门还想追上来，却被杰克一刀封喉。就这样，三人有惊无险来到了楼下，但让他们没想到，这里也沦陷了，到处都是血迹。看来所有病人都跑了出来。很快，一大群病人就龇牙咧嘴的冲了过来，他们赶紧关上走廊的大门，然后用木棍死死拴住。刚准备继续逃走，一张凳子突然从护士站里飞了出来，是一名幸存下来的护士。杰克叫他跟大家一起走，可他却说出了一个绝望的消息：只要大楼的供电发生短路，整栋大楼就会自动封锁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无法从一楼大门离开。听了护士的话，一行人只能另寻他路。他们先是来到厨房，各自挑选了一把趁手的工具，正准备继续赶路，一大群病人突然杀到。经过一番苦战，几人顺利从楼梯间逃走，随后又在院长的办公室找到一把手枪。在经过一处病房时，他们看到了奄奄一息的助手。眼下除了院长以外，就只有助手知道出去的路。原来这所精神病院在设计之初，院长就留了一条可以直通楼顶的逃生通道，入口就在4楼的实验室，还有一条洗衣房导槽，可以避开那些病人直通4楼。助手知道自己已经没救了，他被病人咬伤很快就会变成怪物，他不想变成这样，于是请求他们结束自己的痛苦，而护士也满足了他的愿望，用注射药物的方式送走了他。离开病房后，按照助手提供的逃生路线，一行人直冲洗衣房导槽，可途中一个病人突然袭击，扑在护士的身上，咬中了他的脖子。虽然杰克及时开枪打死了病人，但护士已经停止了呼吸。丽丽赶紧拉走伤心的杰克，三人立刻顺着导槽往上爬，最终兜兜转转又回到了4楼。而重症区此刻已经被鲜血染红，触目惊心的场景让人不寒而栗。显然这里的病人们自相残杀了，只是让他们没想到，那老头竟然还活着。是手中的手术刀让他坚持到了最后，他二话不说就冲向杰克，朝着他身上不断挥舞。杰克用手臂挡下致命攻击，丽丽见状赶紧上去帮忙，一脚将他踹倒，然后捡起掉落的手术刀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随后三人来到实验室，找到了助手所说的密道，可就在兄妹俩准备打开入口时，消失已久的院长突然出现，挟持了卷毛。他直接当着两人的面，残忍地用钢针刺进了卷毛的脑袋。显然院长才是这里最可怕的怪物。愤怒的杰克想要给卷毛报仇，结果却被一招放倒，眼看自己也要被院长手里的钢针刺死。关键时刻，杰克爆发了洪荒之力，顺势夺走对方的钢针，果断来了个以牙还牙。最后在妹妹的配合下，两人成功制服了院长，但就这样将他杀死也未免太便宜他了。于是兄妹俩将院长绑在铁笼上，把他交给了里面的寸头男。此时寸头男早已饥饿难耐，双手抓住了院长的脑袋。两人顺着秘密通道刚离开实验室，就听到了院长的惨叫声。接着他们爬到天台，从外部的爬梯终于逃离了这可怕的精神病院。来到街上时，刚好遇见了一辆警车。得知精神病院里的情况后，警察并没有选择离开，也没有选择呼叫救援，
而是不顾两人的劝阻，打开了精神病院的大门，想要看看里面的情况。结果一大群病人早已等候多时，万万没想到院长竟然没被吃掉，病人们瞬间倾巢而出，当场就吃掉了2名警察。两人躲在警车里瑟瑟发抖，眼睁睁地看着病人们冲向不远处人群密集的城市。